漠北第一只会是我。不良人傲孤果然练成九幽玄天神功，只是没想到这部功法竟然是银钩亲自给他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四大师祖的前世今生全部曝光。银钩侯青两人果然是亲兄妹，只是汉魃最后变成师祖，而他一开始还只是一个婴儿。由于傲孤已经练成九幽玄天神功，结果导致李星云和将臣师祖的关系破裂。老李正式对战师祖将臣，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傲孤。4月会快要结束的时候，银钩主动找到傲孤，然后把九幽玄天神功交给傲孤让他修炼。银钩告诉傲孤，只有这样才能取下拔灵石。换一句话来说，傲孤没有任何选择，想要取下拔灵石就只能修炼九幽神功。为了让傲孤相信自己，银钩给他讲了一个故事，也就是玄冥教4大师祖诞生的故事。原来银钩在修炼九幽神功之前并不是萝莉，银钩本名姓柳，一开始和将臣师祖在汴州偶遇，两人乘坐马车之后准备分道扬镳，没想到刚好遇见一群乱军沿路打劫，这群家伙不知天高地厚，准备抢走财物，然后绑走所有的女人。毫无疑问，银钩和将臣两个逗比也在其中，两人就这样被乱军绑走。随后两人一起出手放走所有被绑之人，然后骑着快马准备逃离现场，结果却被乱军发现。无奈之下，两人只能一起出手吊打这群弱鸡。经过一场酣畅淋漓的打斗之后，两人搞定了所有的乱军。随后两人一起吃火锅庆祝。将臣发现自己看不透银钩，于是询问银钩到底师承何处。银钩却告诉将臣自己没有师傅，所有的功法都是他自创得来。将臣做梦也没想到银钩竟然还会自创功法，加上银钩来到中原的目的是为了加入玄冥教，于是一个稍微有些邪恶的想法由此诞生。将臣把自己的秘密详细告诉银钩，包括自己长生不死的原因，原来是多阔货给了他一枚不死药，这才可以活到今天。听完将臣的故事之后，银钩选择相信将臣，于是就让将臣把九幽玄天神功交给他修炼。于是两人一起约定，率先进入玄冥教把事情整顿一番。接着就轮到年轻侯青出现，原来侯青真是银钩的小老弟，只是侯青从小就不安分，经过一番折腾之后，竟然学会神功气血路。当然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将臣邀请侯青加入玄冥教，如此一来4大师祖就只差最后一个。在明帝邀请将臣师祖的时候，汉魃师祖终于出现，只不过当时的他还只是一个婴儿，难怪之前玄冥教的人很多都不知道汉魃师祖。将臣告诉银钩，九幽玄天神功一共有60多个版本，就连明帝得到的版本也被他留了一手。一切搞定之后，银钩开始修炼九幽玄天神功，修炼过程确实很有效。将臣手中的拔灵石开始出现冰冻现象，眼看功法即将大成之时，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。银钩大喊救命，可惜到最后还是遭到功法反噬，变成可爱小萝莉。讲完4大师祖的前世今生，傲孤终于选择相信银钩。想要真正练成九幽神功需要2步，第一步就是入魔，第2步却是离魂。当初李星云修炼九幽神功之后，老李仅仅做到第1步，所以老李入魔之后，将臣手中的拔灵石开始出现冰冻现象，可李星云没有完成第2步，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。傲孤很好奇，既然最终版本已经完成，为何银钩自己不修炼？银钩告诉傲孤，这部功法还有一个限制，那就是一个人只能修炼1次。所有的疑惑得到答案之后，傲孤没有任何疑虑，最后选择修炼九幽玄天神功。在开始修炼神功之前，傲孤请来李存礼帮忙，因为离魂这一步还需要一个人把关。随后傲孤开始修炼神功，果然和李星云一样，修炼九幽玄天神功就会入魔。傲孤心中的魔自然是数理朵，之前我们就已经说过，傲孤心中的执念就是成为漠北第一，然后证明他在数理朵心中的价值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终于知道漠北王耶律阿保机的死因，原来是傲孤被数理朵唆使，然后把毒药喂给耶律阿保机。换一句话来说，傲孤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。可为了成为漠北第一，这点心魔还无法束缚傲孤。经过一阵挣扎之后，傲孤终于破除心魔，成功完成第1步。接下来则是第2步离魂。离魂之后，很多人无法走出，最终都会被困住，变成活死人。这个时候就轮到李存礼出手。李存礼一番骚操作打完，然后就把傲孤推向湖水之中。原来这是雨林部秘术，中了此人之人就可以屏蔽痛苦。这一招果然管用。傲孤为了成为漠北第一，直接捏碎面具，就这样练成九幽神功。另一方面，为了阻止傲孤取下石头，李星云只能出手和将臣开打，可惜还是晚了1步，因为傲孤已经练成九幽玄天神功。